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现在在越南的慈山市社市中心啊，这是市中心的地标性建筑啊。说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不知道，但是它离河内大概有20-30公里啊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城市建设还很大气啊。大家看，这高楼很高啊，正在建设中啊，说明发展的很快啊。好，下面这个视频啊，就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市中心啊。现在我们去参观一下这个城市，看一下这个城市建设的怎么样啊。我们往市中心走啊，这是市中心的方向转盘。这边相对来说和北宁就差一点，比河内更差了。但是这边消费不低呀，消费不低，吃饭也3-4万呢，有时候还要4万，还比那个河内那边还高呢。住宿也是30万起步啊，就相当于90块钱。这个地方不大，但是消费也不低啊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着这个市区逛一逛，大致看一下什么样子的。它这个我个人感觉应该是个县级市，它属于北宁管。它虽然离河内很近，但是它属于北宁管，是北宁最靠近河内的一个市吧，一个市。这边有公交啊，有公交直达河内啊，离河内非常近，坐公交就可以到河内了啊。前面的建筑风格都是这个样子，都这个样子，就那个旁边那几栋楼比较高大，其他都是这样子啊，都是这种瘦条的，瘦条的。这是那个摩托车，越南主要是骑这种摩托车，日本的这种摩托车很贵，大概1万块钱吧。啊，往前走都是这个样子，咱们换一条街，看一下其他街怎么样啊。今天天气有点阴天啊，这边天气不怎么好，往河内这边经常阴天，晚上挺冷的。这边啊，它这边厂非常多啊，你别看这是市中心啊，它这边上城市边上全是厂，一直到北宁市，从这个地方到北宁市中心啊，这一大片全是厂，得有几百家厂啊，非常多。我一路走过来的，所以说我看到了很多厂，有些厂写着中文啊，可能是中国的厂，有的厂啊它也没有中文，也没有其他国家的文字，它估计是越南本地的厂。大家看，这还有安踏、李宁、特步、361嘞，这还是专卖店，什么牌子都有啊。这是配钥匙的，这是牛皮坐垫，这应该是那个车上的。哎呀，往这边大家看，这边虽然不是很热闹，但是相对来说还算繁华，有点像中国的小县城，大县城比不了，小县城总能比吧。看一下中国的特步，这边好多中国店。好，现在去它的这个村里看一下，这边都是城市居民区啊，这个不算村，相当于城市居民区啊。大家看这里有个庙，有个越南式老庙，这个应该是个学校啊，不知道是什么学校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还举办婚礼啊！这边有个庙，仁寿寺啊，是个寺，这个寺看一下。哦，仁寿寺是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寺就行了。越南寺庙和中国寺庙不太一样。大家看，五蕴凡仪，佛道与君消，啥意思？不懂。好，去这个居民区看一下。它这居民区啊，说实话还不错嘞，你看每家每户住的都很高。
大概得有4、5层，每家每户都住4、5层。这在中国这也是很舒服的存在呀，一个小康社会啊。他们农村也一样，农村我看最穷的也就是个平房，一般都是这楼，没有茅草屋啊。我没看到越南人住茅草屋，他不像老挝人似的住茅草屋。越南人没有，我没遇到他住茅草屋的。那你非要说那个山里面有住的，那可能是山里面，那不代表整个越南，那这是极少数啊。他们一般都住这种，就是住这种条形的楼，这是条形楼。农村也是，它只是可能是这2、3层、3、4层，楼没那么高。这是个市场，蔬菜花呀什么。是什么市场？很大市场，一个大市场。今天阴天人少，如果晴天的话，人会非常非常多。现在我来到这个市中心广场这里啊，这有个大广场，有个碑，不知道是什么啊，我们大致的看一下。它这个碑还挺有意思的，你看啊，你看中间的图案，像不像一个房子？像不像一个房子？大家看，是吧？像一个房子啊。这里应该就是这个市的地标了吧？啊，进去看一下。我发现这边还挺先进的，还有自动饮水机。这广场非常大。越南啊，每个城市差不多都有一个碑。还有一个这样的，算是地标吧。你看这个碑上面啊，大家看，有龙纹，双龙，上面是避雷针。龙下面还有一个，大家看，大家能看见吗？龙腿这里好像还有一个狮子，还2个狮子在顶个球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越南国旗。这广场非常大呀。这是一个无字碑啊，它没有字，跟中国似的，也是搞一个无字碑。具体啥含义咱不用了解，因为人家国家的历史咱没必要了解，大致知道这是一个建筑就行了，这是一个地标性建筑就可以了哈。是吧？了解这么多没啥用。无字碑后面也是，哇塞，很大气。现在这个看样子没建多久，估计这几年建的。我发现这个越南这边，它这个新建的建筑物非常多啊。我路过好几个县，我发现他们都在正在建这个地标性建筑啊，就是大石柱子、大雕像。正在狂建不止啊！这后面还有一个浮雕，我们看一下，正在建那个小县城，那个叫什么县城来着？我路过的时候就建一半了。越南发展快，所以说这个地标性建筑层出不穷的建，估计也就今年建的，我怀疑就是今年刚建好没多久。你看他这是越南古代大臣的塑像。